杨紫的《长相思2》档期推迟，可能会给《庆余年2》让路，剧集也会减少。《长相思》作为今夏最火的古装剧，无疑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，不仅霸占了人气榜，而且主演、配角全部都上榜了。可以说，该剧真正的火爆，让人非常惊喜。第1季的火爆自然让《长相思2》何时播出的问题成为全网最关心的问题。原本鹅厂最新档期发布时，还希望《长相思2》能够在明年第1季度播出。不过，随着更多新剧的出现以及鹅厂相关安排的调整，《长相思2》如今已经排在了《庆余年2》之后，为其让路了。杨紫主演的电视剧《长相思2》档期近日被推迟，可能是为了另一部备受期待的电视剧《庆余年2》让路。这一突然的调整让观众大吃一惊，也引起了剧迷的广泛关注和猜测。《长相思2》作为杨紫主演的电视剧，自官宣以来就备受关注。该剧是第1部的续集，备受观众期待。不过最新的消息是，该剧的档期已经推迟，原本预计的上映时间可能会推迟。这一改变引起了粉丝们的热议，他们纷纷表达了对剧集延期的困惑和遗憾。对于延期的原因，有媒体猜测可能是为了给另一部备受瞩目的电视剧《庆余年2》让路。《庆余年》是根据作家毛尼的小说改编的古装剧，第1季在播出期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声誉。第2季的制作备受期待，有消息称该剧将同期播出，这可能是《长相思2》延期的原因之一。这一决定也让业内人士对2部剧的竞争格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由于档期调整，《长相思2》的制作方可能需要对剧集进行一些调整，包括剧集时长和内容，以适应新的播出计划。这一调整可能会对剧情的连续性和观看体验造成一定的影响，因此观众也对剧集的最终呈现表示了一些担忧。总体而言，延期的消息让《长相思2》的粉丝们感到惊讶和遗憾，但也引起了观众对2部热门剧的竞争和表演的关注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有关这一调整的更多细节将会逐渐浮出水面，这可能会引发更多的解读和讨论。参考张若昀此前透露的《庆余年2》将于6月份上映的档期，这意味着《长相思2》至少要等到《庆余年2》杀青，明年1季度开播无望，基本要推迟到暑期档才能真正开播。而且，除了相关档期再次推迟外，还爆料《长相思2》剧集将被砍，或由之前的21集砍至19集。名场面很多的《长相思2》只有不到20集。这无疑让很多观众吐槽，甚至担心这样的一卷真能讲述全部故事。你明白吗？要知道，在《长相思2》中，随着杨紫、张万一、邓伟、谭健次等4位男主的继续出演，基本上所有的角色都保持了与上一季的一致性，而且还有更多剧情在这里，将会有更多实力玩家的加入，这会让整个阵容的实力再次升级，整体的人气、关注度、竞争力也会变得更强。毕竟，得益于第1季的热度，杨紫如今已经稳坐流量榜前90位，成为了最能扛剧的小花之一。张晚怡人气飙升，弥补了古装的短板，人气和发展更加出色。邓伟和谭健次目前的人气和市场青睐度也都非常好，两人不仅双双拿下了各自的古装男主剧，而且后续的资源和明星地位也都有了明显的提升。就连《长相思》上市时人气还算中等的王弘毅、戴鲁娃，还收获了一波戏剧红利。曾经的王弘毅从默默无闻一跃成为年无双男2号唐嫣，戴鲁娃接连出演了多部热门剧，相关资源也纷纷上来。因此，在第1季的人物过滤下，所有主演的热度都比之前更高。有这样一个颜值高又受欢迎的主演团，《长相思2》显然拥有更高的保护度。在剧情和故事方面，《长相思2》的精彩程度也全面升级。在第1季经历了种种准备之后，为了帮助轩轩巩固实力，逍遥答应嫁给赤水凤龙，却在婚礼当天被香柳抢走。这就是全剧最著名的一幕发生的地方。轩轩成功登基，直接开始追求自己的野心，但他却依然执着于自己对逍遥的感情。
涂山璟还要经历一次生死，才能真正明白自己和逍遥的关系。至于香柳和赤水凤龙，他们在随后的战争中相继阵亡，这将成为全剧最大的催泪点之一。除了大部分剧情按照原著叙述外，《长相思2》还在一些细节上进行了改动。比如，轩轩并没有直接伤害涂山璟，而是留在了幻境之中。涂山璟被防风一影迫害后，并没有被香柳所救，而是依靠逍遥丹成功救了自己。涂山璟和逍遥最后的撤退地点也从大海改为了森林。诸多小改动，在不影响布局和主线推进的情况下，也为剧情增添了更多不一样的亮点。无论你是原著迷还是纯粹的剧迷，你都会被这些新设定所吸引和惊讶。这次突然的档期调整，不仅让《长相思2》粉丝瞬间陷入遐想，也让娱乐圈的观察者对这两部备受期待的剧集进行了更深入的剖析。首先，虽然《长相思2》号延期的消息尚未得到官方证实，但已经在网络上引起了巨大关注。杨紫长久以来的人气和在娱乐圈的出色表现，让这部剧备受期待，但突然的档期调整却让观众摸不着头脑。有网友猜测，这可能与制作方对剧集品质的追求有关，也有网友认为可能是出于其他合作考虑，但具体原因目前尚不清楚。其次，《庆余年2》的强势崛起也成为了讨论的焦点。第一季的成功为第二季的制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，观众对续集的期待极高。如果这部剧真的是《长相思2》延期的原因之一，那么它在行业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将进一步凸显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档期调整可能会导致《长相思2》的剧情和制作上出现一些调整。为了适应新的播出计划，剧组可能需要做出一些紧急的改变，这也给影片的最终呈现带来了一些不确定性。观众们纷纷对这一系列的改动表示担忧，并期待制片方能够保证剧集的质量和观看体验。总体来说，杨紫主演的《长相思2》延期的消息在娱乐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，观众对两部热播剧的未来表示了浓厚的兴趣。在该系列的最终呈现中，观众期待看到更多精彩内容，也希望这一系列的改变不会对他们的期待产生负面影响。当然，最终《长相思2》是否要等到明年夏天才能发售，或者能否如期发售，只能等待后续的官方公告了。但凭借杨紫、张晚怡等原班人马的主演，加上更加精彩的剧情，《长相思2》无论什么时候播出，都绝对是古装剧的绝对王者，势必会掀起一场热潮，掀起最激烈的观剧热潮。你觉得这怎么样？《长相思2》星光背后的期待与争议。网上一张神秘图片让无数剧迷兴奋不已，纷纷猜测这是否是《长相思2》的预告。不过，经证实，这张照片只是明星颁奖典礼上几位主演的合影，这不是第二季的预告片。尽管如此，正如其粉丝的热情所证明的那样，《长相思2号》无疑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。作为热门剧集，《长相思》第一季凭借精彩的剧情和出色的演员表演，赢得了观众的喜爱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对第二季的期待和担忧开始交织在一起。尤其是网络上出现了一些关于第二季口碑下降的传闻后，这种担忧变得越来越严重。这张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的照片，捕捉了明星们在明星颁奖典礼上的精彩瞬间。他们的笑容和举止无不流露出对长相思项目的深厚感情。谭肯慈在活动中表达了对第二季的期待，表示非常希望能够继续参与拍摄，与观众分享更多关于这个故事的精彩瞬间。然而，期望就是期望。现实情况是，《长相思2》的具体上市时间仍不得而知。这对于一直期待的球迷来说，无疑是一种折磨。在回顾《长相思》第一季的口碑时，我们发现观众的评价并不是一致正面。其中，剧情薄弱、人物设定单薄、男主情感选择复杂等都成为诟病点。有观众认为，剧情中后期显得拖沓，缺乏足够的张力来维持观众的兴趣。人物设定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一些配角上，他们的性格和动机不够清晰，观众很难与他们产生共鸣。
至于男主之间的情感纠葛，虽然增加了剧情的层次感，但也让一些观众难以理解和接受。对于《长相思2》，粉丝们的态度非常复杂。一方面，他们热切期待第2季延续第1季的精彩，甚至超越；另一方面，他们也担心第2季会重蹈第1季的覆辙，甚至在口碑上遭遇滑铁卢。在社交媒体上，不少粉丝表达了自己的看法。有粉丝表示，希望第2季能够更加注重剧情的紧凑性和人物的塑造，以免让观众失望。有粉丝直言，如果第2季不能超越第1季，那我宁愿它不出现。我认为《长相思2》面临着巨大的挑战，但也蕴藏着无限的机遇。挑战主要来自于观众对第1季的不满和期待。如果第2季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，那么很可能会遭受口碑和收视的双重打击。不过，如果能够认真对待观众的反馈，对剧情、人物等进行进一步打磨，那么《长相思2》将有机会在口碑上实现逆袭。无论《长相思2号》最终的品质如何，都成为了无数人的期盼。对于制作团队来说，这无疑是一种压力，但同时也是一种动力。希望他们能够认真对待每一个细节，不辜负观众的期待，为我们呈现更加精彩的《长相思2》。对于我们观众来说，保持平常心，给予制作团队足够的支持和鼓励，或许就是我们能为这部剧做出的最大贡献。